大家好，今天来聊聊我们的 AWS 亚马逊云。已经很长时间没出相关的视频了，主要是之前其他的云服务器聊的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一些事件。我也是用我新办的一张虚拟卡 WES来注册成功了亚马逊云。然后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IPv4 要收费了。报道上是这样说的，就是24年初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所有的相关的公网 IPv4 地址要开始收费了，每小时是 0.05 美元，折合人民币的话 0.033。所以他们这种技术呢是有点唬人的你看着很少，但是其实换算成一天也不少。那为什么会开始收费呢？原因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 IPv4 的地址稀缺，我们一直在说稀缺。现在我们的亚马逊云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云计算厂商，已经带头开始拥抱收费了，倡导大家IPv4 不够用了。IPv4 的成本呢也是在不断的上升。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5年间 IPv4 的地址成本已经涨了300%，可见它有多么昂贵我们已经渐渐的用不起它了。所以带头大哥拥抱收费那后面的云服务器厂商肯定也会一蹴而就理所应当的开始相关 IPv4 的政策调整。所以大家更加大于基础建设 IPv6 一直在说，那随着 IPv4 不断的缺失，费用上涨， IPv6 的应用场景会慢慢的普及成熟，但是我们目前看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官方呢它肯定就是会包装一下它的收费的优势，我们既然收费了，有助于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利用收取的费用投资 IPv6 的建设。那我们看收费的范围呢，就是商业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属于商业，包括我们中国区在内所有的服务 IPv4 地址都要进行收费。之前介绍的 ECR 可以白嫖1年的，我们的光帆白嫖3个月的，这个在我们之前节目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亚马逊云其实我们嫖的时间追溯还是比较久的。那有小伙伴就会问了这一次 IPv4 收费，那我们还能白嫖吗？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这个 IPv4 的地址呢，不管你是用光帆还有我们的 ECR 这些大家常用的这些产品呢，在免费期内其实都不影响。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个750小时的这一个阀值吗？只要大家使用这750小时，在这一个月不超过这个小时数，你的 IPv4 是免费的。当然这个750小时只保留1年，你这个账号1年以后就开始收费了，它就没有这个750小时的优惠了。IPv4 的收费在初期都是通过这个小时数超过来去衡量来去计算的。这边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对我们有没有影响？750小时没到，你 IPv4 地址还是免费的，就是你正常开机就没有问题。那这个750小时怎么算的呢？你开一台机器跑31天，接近750小时，下个月呢就清零了，你又有新的750小时。那如果你开2台机器，就意味着你在15天的时候就已经达到750小时这个阀值了。你在第16天、第17天，你有可能就开始 IPv4 这边要收费。时间是这样算的，正常的去使用，用一台机器基本上问题不大，我们12个月依然可以白嫖。不管是光帆还是 ECR， 光帆和 ECR 他们的时间都是共用750小时的。大家在什么地方关注呢？在我们的账单，我们账单的明细写得很清楚，当前花了多少个小时。IPv4 呢是什么时候开始收费？群里有小伙伴已经查阅资料了，光帆是5月1号，4月1号 ECR 就开始实行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在使用这2个服务器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呢？你的免费机虽然免费，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不能换 IP， 你宁愿把这台实例删掉了重新建一个，你也不要去换 IP， 用弹性 IP 都是会额外收费的。所以有小伙伴会遇到反撸，就是你认为有点像甲骨文云你可以随便换，但是甲骨文云它其实也是潜移默化的做了一些限制。频繁换 IP 的小伙伴应该是能够体会到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使用这2个服务器呢，我建议隔3差5去看一下你那个账单，看看有没有扣费，好吧？我现在有一个账号呢，已经2年了，然后我一直没怎么用，
有一个新号呢，今天刚注册的，但是我现在还在等它给我激活，我现在还没激活呢，只有激活了才能开机。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AWS 亚马逊云的一些新的动向啊，也希望小伙伴用他家的免费服务器不要被反撸。当然你被反撸，你付费也有一定好处，是什么好处？我之前讲过，说你这个账号会更加稳定。我反撸了，我不要这个钱了，我给你付钱啊，这个是稳定账号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虽然就那么几刀，我之前一顿午饭钱不是录了一期视频吗？我就索性就让他扣我银行卡里的钱。扣完以后呢，我这个号2年了，我想开新机就开，其实问题也都不大的。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的收看。未来有更多相关资讯的话，都会在科技 Lab 频道跟大家同步。知道的人偏少数，还是有大部分的小伙伴不是很清楚。这边也会有一些疏漏，有疏漏的话，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跟我互动补充啊，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